好冷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原主叫苏小满，与我同名，青衣村苏家三丫头，19岁，母亲早逝，家里靠2亩薄田过活。3天前上山捡柴，摔下山坡，把自己摔没了。穿哪儿不好，穿到古代穷山沟里当农女。满丫头，满丫头醒了。奶奶，哎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快喝点米汤，你都昏了3天了，我们都以为你。在现代，我可是吃遍天下山珍海味的美食博主，这种东西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但如今我竟然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暖。奶奶，我爹呢？你爹去地里了，这几天旱得厉害，麦苗都快干了，他急得天天守着那2亩地。你这次摔下山可把他吓坏了，3天没合眼，天天守着你。今早我看你好些了，才逼着他去地里看看。这具身体里还残留着原主的情绪，对家人的牵挂，对贫穷的不甘。不过我既然成为了你，我替你活，替你争口气。满丫头，你别乱跑，外头风大，你刚好一点。奶奶，我爹还没回来吗？还在地里呢，你去看看也行，别待太久。哟，苏家三丫头醒了，命挺大的嘛，我还以为她这回凶多吉少了呢。可不是嘛，摔那么重，能活过来就是命硬。不过苏家那条件，这回请大夫又得借不少钱吧？清溪村靠山，但土地贫瘠，多是沙土和碎石地，能种庄稼的地少得可怜。这么大一座宝山，村里人要么觉得进山危险，要么根本不知道怎么利用，白白浪费了满山的资源。看来突破口就在这山上了。爹，你出来干啥？风这么大，赶紧回去躺着。我没事了。这地太干了。可不是嘛，今年春旱，河里的水都见底了。再这么旱下去，怕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。爹，咱们后山的野菜多不多？野菜，后山到处都是，荠菜、马齿苋、蒲公英，多的吃不完。村里人饿极了就去挖点煮汤，但那东西不管饱，吃多了还拉肚子，顶不了几天。那为什么不挖了拿去镇上卖？野菜谁稀罕啊？镇上的人自家也能挖，谁花钱买这个？野菜本身不值钱，但如果加工一下呢？腌菜、果干、果酱，这些在现代可是很受欢迎的。只要能做出独一无二的好味道，就一定能卖出去。爹，明天我去后山挖点野菜回来。你挖野菜干啥？咱家还有2顿。我自有打算。这丫头大病一场之后，好像哪里不一样了。山路不好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爹，你在家帮我烧锅水就行，我一个人能行。春天的后山真是个宝库，看，这是荠菜，多肥嫩；那是马齿苋，绿油油的。野草莓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做成果酱果干，城里人最喜欢这种纯天然无添加的玩意儿了。满丫头，你挖这么多野菜回来干啥？咱家吃不了这么多。奶奶，我不是拿来吃的，我要把它们做成腌菜，拿到镇上去卖。啥？腌菜？你啥时候会做这个了？咱家可从来没……我以前在镇上帮工的时候，跟酒楼的厨娘学过，她教了我几个方子，说是城里人最喜欢吃的。野菜有涩味，焯水是关键一步，能去除涩味，保留爽脆的口感。腌3天就能吃了。
奶奶，这个咱们做成草莓干。满丫头，你这手艺真是跟厨娘学的，看着比老师傅还利索。是啊，奶奶，等腌好了您尝尝，保证好吃。天老爷，这味道也太香了！啥东西这么香？丫头，你这腌菜比镇上饭馆的还好吃，又脆又香。盐味刚好，酸辣适中，野菜的涩味完全去掉了，口感爽脆，成功。爹，明天赶集，咱们去镇上卖。这能卖得出去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走过路过别错过，自家做的野菜腌菜，开胃下饭，干净卫生。还有野生草莓干，酸甜可口，小孩老人都爱吃。小姑娘，你这卖的什么？哎呦，这腌菜闻着真香，多少钱一罐？5文钱，婶子，您可以先尝一口。不错不错，酸辣爽口，比我家的厨娘做的好吃，给我来2罐。好嘞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爹，你看，58文。丫头，咱们就这一上午赚了58文。爹，这还只是开始呢。哟，老苏，今儿赶集卖啥好东西了？发财了这是？赵婶，我们卖了些自家做的腌菜，赚了几个铜板糊口。腌菜，野菜腌的，那玩意儿能卖钱？能啊，城里人稀罕着呢，说没吃过这味道。野菜腌的东西真能卖钱？丫头，咱们明天还去吗？去，不过明天要多带点。我今天发现镇上的人特别喜欢咱们的腌菜，尤其是那个穿绸缎的婶子，她一口气买了2罐，还说要送给亲戚。这说明啥？说明咱们的东西有口碑，能传开。那咱们明天采更多的野菜。对，也不光采野菜，后山还有野葡萄、山楂，这些东西都能做成好吃的。奶奶，您认识后山哪里有山楂树吗？村东头那片坡地上有几棵，年年结一束红果子，酸得很，没人吃。那是宝啊，明天我就去摘。满丫头，你这是从哪儿学的神仙手艺？厨娘教的。小姑娘，你家腌菜真好吃，我上次买的2罐，我婆婆夸了3天。这次还有啥新鲜货？婶子，您尝尝这个山楂糕。哟，酸酸甜甜，开胃的很，这比镇上点心铺子卖的还好吃。多少钱？8文1块。婶子，用野生山楂做的，没放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给我来5块。这山楂糕不错，给我来10块，我带回去给我们掌柜的看看。98文，照这个速度，再过半个月就能攒够买种子的钱，家里的地就有救了。赵婶儿，你也开始卖腌菜啦？我这不是看你家生意好，学着做点嘛。反正野菜山上到处都是，谁都能采。盐放太多发苦，焯水时间不够，涩味没去干净；糖放的太少，晒得又太干，硬邦邦的，口感差远了。赵婶、二嫂，你们做的挺好的。腌菜焯水多煮一会儿，涩味就没了。果干呢，糖别省，晒的时候盖层纱布，颜色会更好看。好是好，就是差点功夫，味道做好了才能卖上价钱嘛。
满丫头，那个你刚才说的焯水焯多久啊？水开以后下锅，心里默数2下就捞出来，千万别煮烂了。哟，满丫头在家呢。我听说你这腌菜卖得好，想着来跟你取取经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日子不好过。你大柱哥去年摔断了腿，一冬天没干活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婶子，腌菜不难做，我教您。哎呦，那关得好。那个，你能不能把方子告诉我们？方子可以教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啥条件？您学会了之后，不能跟我家卖一样的价钱，咱们得统一价，不然你卖3文，我卖5块，最后谁都赚不到钱。统一价？凭啥？我做的东西凭啥听你的？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互相压价，便宜的是镇上的买家，亏的是咱们自己。您要是愿意，我不仅教您方子，还帮您一起卖。娘，满丫头说的对，咱们做的东西肯定没人家的好吃，要是再便宜卖，还是卖不过他，不如听他的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丫头，你把方子都交给别人了，那咱家以后咋办？人人都做了，咱们的生意不就被抢了？爹，你信我，一个腌菜方子不值钱，值钱的是人心。等村里人都跟我站在一边了，拧成一股绳，谁还争得过咱们？爹，咱们要做的从来不是一家人的温饱，我要让整个清溪村都富起来。赵婶儿，开门！满丫头，大早上的咋啦？您家腌菜是不是没沥干水就封罐了？这味道不对。哎呀，全废了！我昨天赶着去镇上，没等水凉干就封了罐儿，这可是好几斤菜呀！赵婶儿，这罐腌菜别卖了，留着自家吃都嫌磕碜。我教过您的，焯水之后一定要挤干水分，晾到不滴水再装罐儿。您是不是图省事没挤？我挤了，就是没挤太干。腌菜最怕生水，一点生水进去，几天就全坏了。不过您别慌，还没全坏透，跟我来，我教您补救。满丫头，多亏有你，这一罐腌菜能卖10几文呢，坏了可心疼死我了。赵婶，赚钱是好事，但别贪快。咱们清溪村的腌菜好不容易在镇上打出名声了，要是因为品质不好砸了招牌，以后谁都不好卖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后肯定按你说的来，一步都不敢省了。娘，我听说赵婶差点坏了一罐腌菜，是满瑶帮她救回来的。村里人都说满丫头教的法子一点都不能错。赵翠花那个笨手笨脚的，能做出啥好东西？娘，要不咱们也按满丫头说的做，她那些方子确实管用。咱们上次那批果干，按她教的法子重晒了一遍，颜色好多了。昨天镇上的人还说比上回好吃呢。小翠，咱们那批腌菜是不是快能开罐了？还有2天。到时候先别急着卖，拿一罐给满丫头尝尝，让她给把关。娘，您这是要跟满丫头拉拢关系啊？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怕又像赵翠花那样坏了东西，我可不想让她看笑话。满丫头，这是我家新做的，你给尝尝。婶子这回做得好，盐味刚好，脆度也够，比我上回尝的进步了一大截。真的，太好了，那我娘肯定高兴坏了。小翠嫂子，您回去跟孙婶说一声，后天镇上有大集，咱们村的东西我打算统一摆在一起卖，到时候您家也来一起热闹热闹。统一摆是像你上次说的那个抱团？对，抱团，人多力量大，咱们清溪村的东西要卖就卖出气势来。咱们这么多人一起去，阵仗可真不小，可不是嘛？咱们这是不是要把镇上的腌菜摊子全给占了？占了才好，让镇上的人看看，咱们清溪村砌东西就是比别家好。这是哪里加的这么多
多腌菜，看着好干。七夕村的，就是上次卖山楂糕那个村的。那个山楂糕好吃，我上次买了2块，家里孩子抢着吃。各位大叔大婶，我们是清溪村的，东西都是自家做的，保证干净好吃。腌菜5文1罐，山楂糕8文1块，价钱全村都一样，童叟无亲。婶子，您先尝再买，要是觉得不值这个价，您扭头就走，我们绝不强求。老天爷，我这一上午卖了快70文，比我家大猪干3天零工赚的还多。我家卖了58文。满丫头，你这个办法太好了，咱们以后都这么卖。只要大家品质都做好，统一摆摊，统一价格，咱们清溪村的招牌只会越来越响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想跟着一起赚钱，我欢迎，但我有3个规矩，必须遵守。第一，必须按我教的方子做，不能偷工减料，坏了良心。第二，品相必须过关，坏了的东西绝对不能拿出去卖，砸咱们全村的招牌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统一价格，谁也不能私下降价抢客人。满丫头，咱们自己做的东西卖多少还得听你的，我卖便宜点不是能卖得快些吗？王婶儿，您想啊，您卖3文，我卖5文，客人肯定买您的。可您3文能赚几个钱？咱们统一价格，品质又都一样好，客人想买就只能出这个价，这样咱们才能都赚到钱。这道理不难懂吧？太费事儿了，焯水、挤水、封罐，哪一步都费时间。我看直接半盐装罐得了，省多少功夫？那能行吗？满丫头说了，不焯水会发苦的。能吃就行。镇上那些人又不懂，咱们便宜点卖，2文1罐，肯定有人要。二猪，这东西不能卖，坏了。坏啥坏？你们清溪村卖的是啥玩意儿？又苦又涩，吃了拉肚子，骗钱的吧？你胡说！我们清溪村的东西都是一个方子做的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你从哪儿买的？就这个，上面还写着清溪村的。没焯水，没挤干，盐也放的不对，这是糊弄人的东西。这罐子的布料是李二柱家的。这位大哥，您消消气，这腌菜确实是我们村的人做的，但不是按我教的方法做的。您买了多少钱？我双倍赔给您。另外，我再送你1罐好的，您尝尝，保证不一样。哼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才对味儿嘛。刚才那个是啥玩意儿？二柱哥，今天镇上的事你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你卖的那3罐腌菜坏了咱们清溪村的招牌，我赔了客人双倍钱，还搭了1罐好腌菜进去。这笔钱我替你出了，但你要记住，没有下一次。我就是想试试。是可以，但别拿全村人的招牌试。你要是觉得我教的法子麻烦，你可以不跟我做，但你要做就得按规矩来。你这一下差把所有人的心血全砸了。对不住，满丫头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满丫头，是我没拦住他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盯着他，绝不能再出这种事。二柱哥，你要是觉得我这方子费事，改天来我家，我再教你一个更省事的方子，腌萝卜条，那个不用焯水，省1半功夫，但前提是得按我说的做，不能再偷懒。满丫头，你还不怪我？怪你干啥？谁还没犯过错？改了就行。请问哪位是苏姑娘？我是，您是？在下姓钱，是镇上悦来酒楼的掌柜。苏姑娘，我家东家想请您去酒楼坐坐，商量点生意上的事。悦来酒楼那是镇上最大最气派的酒楼，据说背后还有县里的靠山。他们找我会是什么事？钱掌柜稍等，我收拾一下就来。丫头，你一个人去行不行？那可是悦来酒楼，万一他们……爹，你帮我把摊子收了，先回家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就是谈生意吗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苏姑娘，请坐。久仰大名啊！你这清溪村的腌菜果干，在我们酒楼里可有不少客人夸呢。杨东家过奖了，就是村里人自己做的土货，不值一提。哎，这话不对，好东西就是好东西，不分土不土。我今天请你来，是想跟你谈笔买卖。
你们清溪村现在的腌菜果干都是自家在集市上零卖吧？零卖能卖几个钱？依我看，不如你们把货全交给我，我悦来酒楼包圆了，这样省得你们每天跑集市，又辛苦又赚得少。价钱嘛，我按你们零卖价的80%收，但量大，你们稳赚不赔。低2成，听着是省事了，可定价权就完全落到他手里了。今天他能压2成，明天就能压3成，这是想把我们青衣村变成他杨家的供货长工啊！苏姑娘，杨东家这是看得起你，才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可别不识抬举。杨东家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不过我们村的腌菜果干现在在集市上卖的挺好，零卖虽然辛苦点，但赚的都是自己的。而且我这个人吧，就喜欢听客人当面夸我做的东西好吃。苏姑娘，你可想好了，你零卖是能赚钱，可镇上不止你一家卖，要是哪天有人比你卖的便宜，你那些熟客可就跑了。那就不让他们跑，我做的东西别家做不出那个味道，客人一口就能分出高下。再说了，杨东家要是真觉得我们村的东西好，为什么不按零卖价收呢？您酒楼卖出去，价钱只会更高，这点利润想必杨东家也看不上吧？小姑娘，你知不知道镇上多少商贩求着杨东家收他们的货？两位掌柜的，今天多谢你们看得起我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以后要是杨东家愿意按原价收，我们清溪村随时欢迎，但要低2成那就算了，我们村的东西值多少就卖多少，不贱卖。说不紧张是假的，那杨东家一看就不是善逃，但这一步绝对不能退，抬价容易降价难，今天让了这2成，明天对方就能压到3成4成。我苏小冕来这里可不是为了给人当长工的。悦来酒楼这条路走不通，就走别的路，镇上又不止他一家铺子。丫头，那可是悦来酒楼啊，你得罪了他们，会不会……满丫头做得对，咱们辛辛苦苦做的腌菜，凭啥便宜卖给他？他悦来酒楼赚钱又不分给我们。就是，咱们现在卖的挺好，不愁没路子。可是，万一杨东家真生气，以后不让咱们在镇上摆摊了咋办？大家放心，我既然敢拒绝他，就有备选的打算。镇上不止悦来酒楼一家，还有好几家杂货铺、点心铺。我明天就去挨家挨户走一圈，看看能不能谈成别的合作。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这才是做生意最稳的法子。东家，那苏家丫头把货卖给镇上好几家铺子了，听说卖的还不错。有意思，一个乡下丫头，胆子和脑子倒都不缺。先别管她，我倒要看看她能撑多久。小满，你们村的果酱有人在仿着做了，是隔壁李家傲的人，他们买了几罐你们的果酱回去研究，现在已经做出差不多的东西，价钱还比你们低2文。味道是有点像，但糖放的少，火候也不够，吃起来偏稀偏淡。不怕，他们能模仿方子，但模仿不了我们的品质。李家傲那山是秃的，哪有咱们后山这么多野果子？他们要买果子，成本就比咱们高，跟咱们比便宜，他们撑不了多久。李家楼的人在模仿我们，还降价抢生意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那帮人就知道学咱们，咱们不跟他们比便宜，咱们比品质。我决定立刻推出一个新品种野樱桃果酱加蜂蜜的，这个比普通果酱贵2文，但口感和味道他们绝对学不来。对呀、这个好，比原来的还好喝，贵2文也值。满丫头，累了一天了，喝口汤歇歇。奶奶，您咋了？没咋，我就是想起来几个月前你还躺在炕上，瘦的只剩一把骨头。现在你看看你，能挑能扛，领着咱们整个村赚钱。满丫头，奶奶这辈子没白活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满丫头，咱们今天光果酱就卖了200多文，我今天带去的杏子蜜饯全卖完了，还有客人在那儿排队等呢。3个月前，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喜欢上这里，可此刻被这群朴实热络的村人围着，听着他闻着灶房飘来的饭香，这里比那个钢筋水泥的城市更像家。大家先别急着乐，我还有件事儿要说。咱们现在腌菜母酱卖得好，但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光靠山上的野菜野果子迟早会不够用。我算了算，后山的野草莓和山楂再过2个月就要过季了，到时候咱们拿什么做果酱？种啥？种果树，种草药，
种那些能做腌菜果酱的好东西。我知道大家担心花本钱，怕种不活，但咱们现在手头都有点积蓄了，拿出一小部分来试种，就算失败了也不至于伤筋动骨。可要是成功了，咱们就再也不用靠老天爷赏野果子过日子了。咱们想种多少就种多少，想卖多少就卖多少。丫头说的对，我支持她。我家的地闲着也是闲着，种就种，我也干，反正满丫头说咋干就咋干，她从来没错过。好，那明天开始，我先把种植的计划写出来，大家信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满丫头，你这架势比镇上的账房先生还认真。奶奶，种地跟做生意一样，得有个章程，没章程，大家各干各的，最后肯定乱。这画的啥？跟蚯蚓爬似的。赵婶儿，您看，这个圈圈是山楂树，这个叉叉是金银花。您家东边那块地土薄，种山楂树最合适；西边靠河沟的那片地，种金银花和蒲公英长得快。山楂树那玩意儿野生的满山都是，还用得着专门种？野生的结果少还酸，咱们自己种，结出来的山楂又大又甜，做出来的山楂糕才好吃。而且野山楂1年就结1季，咱们自己种了就能控制收成，全年都有货卖。行，你说种啥就种啥，我听你的。满丫头，这上面写的金银花种子、蒲公英种子、山楂树苗、核桃树苗，这些得花多少钱？我前天去镇上问过了，种子和树苗加起来，每户大概需要1两银子。1两银子？我家攒了这么久，也才2两出头的积蓄，一下拿出一半来买树苗，万一种不滑呢？这可是把家底儿都投进去了。孙婶，大家的心情我理解。这样，咱们先买少一点，每家先试种半亩，种子和树苗的钱我先垫一半，大家只出一半就行。等收成了，赚了钱再把另一半还给我。要是万一赔了，算我的。这样大家总放心了吧？满丫头，你这怎么行？你一个人垫那么多钱，万一亏了，我就当花钱买个教训。但我跟大家保证，我不会亏的。行吧，你说了算。反正我家那半亩地闲着也是闲着。这玩意儿在山里到处都是，你们花钱买苗子做啥？吴大爷，我们要的是能结好果子的苗子，山上野生的结果太小，我们想种来卖钱，得挑好品种。你这丫头倒是懂行，我这儿确实有几批嫁接过的山楂苗子，结的果比野生的大1倍，甜度也高。不过价钱贵一些，50文1颗。50棵山楂树苗，50棵核桃树苗，加上种子，总共得花将近3两银子。我手里的钱垫出去之后，就剩不了多少了。行，我都要了。看你是个爽快丫头，我给你便宜点，山楂苗和核桃苗都算你45文1颗，种子我白送你2包。多谢吴大爷。满丫头，这些东西种下去得多久才能收啊？核桃树要4、5年才挂果，山楂树快一些，2年就能结。金银花和蒲公英当年就能收。4、5年？那这4、5年不是光往里投钱，1文钱都见不着？大柱哥，别急，账不是这么算的。金银花和蒲公英当年就能赚钱，这些是短期收入，能让大家马上看到回头钱。山楂和核桃是长期收入，虽然等得久，可一旦挂果，那就是年年都能收钱的摇钱树。长短结合，咱们村的钱就能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的进来。大家听好了，山楂树喜阳要种在半阳坡，核桃树喜肥要种在土厚的地方。金银花和蒲公英随便哪个角落都行，但不许种在粮食地里，那是咱们的口粮田。种个树还这么多讲究，以前不都是随便挖个坑埋了就行？讲究是为了收成好，您要是随便挖个坑把苗子往里一塞，明年它死了，您别说我给的苗子不好，这可都是花钱买来的。大家要是拿不准种在哪儿，就来问我，我一家一家的去看。那是你教的，我都记着呢。王婶，山楂树不能种在鸡窝旁边，鸡把根刨出来，树苗活不了。这树苗45文1颗，您是觉得鸡重要还是树重要？你这丫头，图啥呀？教他们种树还管种在哪儿，简直快成他们家厂工了。奶奶，等2年后楂树挂果了，您就知道我图啥了。孙婶儿，该浇水了，这几天没下雨，土有点干了。这金银花可真能吃水，一天不浇就蔫头倒脑的。能吃水才长得快，等开花了，晒干了卖给药铺，1斤能卖20多文呢。20多文？就这花，比粮食还贵。就这花。不错不错，干净干透，颜色也好。你们这货色是上等的，你们要是能长期供货，我按市价收。
每斤再给你们加2文钱。掌柜的放心，我们村以后每年都能供，而且只会越来越多。老天爷，这玩意儿真能卖钱，比种麦子还划算！满丫头，这金银花能种好几季吧？明年还能接着摘？能，金银花是多年生的，种一次能收好几年，而且越老花越多，明年肯定比今年收得多。满丫头，你家还有没有多余的苗子？我也想种。苗子没了，要等明年。不过种子还有，您要种蒲公英的话，现在还能种一茬。种！你给我种子，我明天就下地。老太婆，你的摊位占了我们的地儿，赶紧给我挪开！你胡说！我在这儿干摆了3个月了，从来没人跟我说占谁的地儿。这位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个摊位是我们清溪村交了摊位费的，镇上管事的大爷可以作证。交了摊位费，那是散客的价。我们李家沤的人包了这片1整年的，你们清溪村凭什么站着不走？李家沤，原来是上次仿冒我们古将的那帮人，这是明着来抢地盘了。大哥，您说你们包了1整年，有凭据吗？我们是跟镇上管事的口头说好的。口头说好可不算凭据。我们家交了3个月摊位费，白纸黑字的票据在这里。您要是觉得这地儿该是你们的，就拿着凭据去找管事来改。凭据没改之前，这地儿还是我们的。你个丫头片子，少在这给我拽文！哼！你敢碰我闺女！我们的凭据是真的，你现在闹事就是理亏。你要是非要用强的，我不介意现在就去报官。镇上衙门离这儿不远，走2刻钟就到。你想好了再动手。你等着！爹，回家。满丫头，李家沤那帮人看着就不是好东西，他们会不会报复？咱们以后赶集还得小心点儿。他们今天闹事，是因为上次仿冒咱们果酱没仿成，心里憋着气，光躲着没用，咱们得想个办法，让他们不敢再来。啥办法？找村里人跟他们打一架？打架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听说镇上商会的会长是个讲公道的人，咱们清溪村现在也算镇上的正经商户了，干脆去商会备个案，正式挂牌经营。有了商会撑腰，谁再来闹事，就不用咱们自己出面了。对，我听说商会的人专门管这些纠纷，咱们去备个案，往后谁都别想欺负咱们。你们清溪村这1年的变化，我早有耳闻，没想到领头的竟是这么个小丫头。你们要备案可以，但商会备案需有固定的铺面，你们光在集市摆摊儿，还算不上正式商户。李会长，如果我们清溪村在镇上租一间铺面呢？那自然就没问题了。只要你们有固定铺面，商会就能将你们纳入庇护，镇上没人再敢随意欺负你们。大家听我说，我打算在镇上租一间铺面。租铺面？那得花多少钱啊？咱们辛辛苦苦攒的钱，这一下不就全投进去了？租金我来出，铺面我来管，各家各户的以后都送到铺面里统一卖，赚了钱按比例分给大家。你们不用再起早贪黑赶集，在家只管种东西做东西就行。那怎么行？租金哪能让你一个人出？就是要出大家一起出，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那这样，租金我出6成，剩下的4成大家按户头凑，铺面赚的钱先扣掉租金和开销，剩下的按各家供货的比例分，这样公平吧？苏姑娘，你这果酱我们府上夫人小姐爱吃，先给我包20罐。大家听好了，开张7天，我们的毛利已经超过了1两银子。照这个速度，3个月就能回本。往后咱们清溪村就在镇上站稳脚跟了。做梦似的，我做梦都不敢想咱们能在镇上开铺子。铺子只是开始，我真正想要的是让清溪村的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。满丫头，满丫头，快去看，山楂树挂果了，挂果了！我早上去浇水的时候发现的，满树都是。我数了数，一棵树上少少有110个果子。赵婶儿，您这树养得好，等秋天果子红了，咱们村第一批自己种的山楂就出来了。
那能卖多少钱啊？晒干了做山楂干、熬山楂糕都值钱。一棵树结110斤果子，咱们几十棵树加起来，少说也是几两银子的收入。几两银子？就这一片树？就这一片树。大伙儿，咱们村现在日子好了，但我还想让咱们更好。我打算在村里办2件事儿。第一件，修路。咱们村那条土路一下雨就烂得没法走，牛车都陷进去好几次。我算过，修一条从村口到镇上的碎石路大概需要10两银子，咱们全村凑一凑，应该拿得出来。第二件，咱们村的孩子该读书了。读书？咱们庄稼人的孩子读啥书啊？又不能当饭吃。大家听我说，咱们现在做生意种果树，以后要记账，要签契约，不识字，人家糊弄你都不知道。咱们的孩子要是能识字算数，以后不管种地还是做生意都比咱们强。咱们每个月从铺子的收入里抽一部分存着，存够了就动工，行不行？我支持，我家大孙子明7岁正该读书，我家柱子也愿意出钱。谢谢大伙儿。老夫教了一辈子书，头一回在村子里看见这样的光景。好路、好树、好房子。苏姑娘，你们这村跟3年前比起来，简直是换了天地呀！我今天来是给你带个好消息，县里的陈大人听说你们清溪之村的事迹，很是赞赏，说要亲自来看看。还说，要是你们村确实如传闻中那样好，他打算把你们村列为全县的富民示范村，拨一笔银子支持你们扩建产业。有了这个名头和县里的支持，以后村里办什么事都会方便很多。你就是苏小满？民女正是。你们村3年前还穷得叮当响，如今这番光景，听说全是你的功劳。大人的功劳，民女不敢领。是全村人一起干的，我只是出了个主意。记一笔，回头从县库里拨20两银子，给这学堂添些书册和桌椅。你这个富民示范村的名头，本官回去就批。往后县里扶持农桑的钱粮，你们村头一份。满丫头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没想到还能住上这样的屋子。周大爷，你好好活着，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破土房、薄被子、刺骨的寒风，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，3年后的清溪村会是这般光景。满丫头发什么愣？进屋吃年夜饭啦！新的一年，咱们全家平平安安，日子越过越好。明年，咱们村一定会更好。满姑姑，早上好。跑慢点儿，别摔着。